當別人把情緒丟過來，你該怎麼接？有沒有這種經驗？同事早上跟你擦肩而過，連招呼都沒打，還冷冷地翻了個白眼，你腦中瞬間爆出10000個劇本。他是不是對我有意見？我昨天是不是說錯了什麼了？是不是我報告做得太爛，害他被主管罵？接着你整天心神不寧，不敢開口問，越想越氣，越想越委屈，回家還把情緒丟給了無辜的家人。可是冷靜下來後，你才發現他只是昨天沒睡好，眼睛有點乾，根本沒看到你。你被一個他人的小情緒操控了一整天，甚至還讓他引爆你自己的情緒地雷。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，當別人把情緒丟過來，你該怎麼接？你不是垃圾桶，別人情緒丟來，你不用全收。現代社會最常見的心理誤區之一，就是情緒傳染無止境。有人一不高興，你立刻自責；有人一句不悅，你瞬間內疚。別人丟來的怒氣、冷淡、壓力，好像一塊塊磚頭被你通通扛上身。但請你停下來想想，你真的有責任為所有人的情緒買單嗎？如果一個人亂發脾氣，你默默承擔，那不叫體貼，那叫失去界限。如果一個人習慣性冷暴力，你反過來檢討自己，那不叫成熟，那是自我否定。別人把情緒丟過來，並不代表你就要接住，你可以選擇不接球，你可以保護自己的界限。就像籃球場上，如果對方傳來一顆有毒的球，你不必硬接，而是應該做什麼？閃開。情緒拋接賽，他丟出什麼，你接下什麼？我們來看幾個生活情境。情境一，老闆臭臉上班，你秒變焦慮工兵。老闆一早進辦公室，臉像黑雲壓城，整個空氣都凝固，你立刻精神緊繃，開始回想昨天自己有沒有記錯信，少寫報告，踩了誰的線。結果半天後才知道，他是因為早餐店忘了加辣，心情差到不行。這時候你做錯了什麼嗎？沒有。那你為什麼要讓他早餐的辣椒毀掉你一天的好心情？他丟出焦躁，你卻回以自責，這球是你自己接下來的。情境二，朋友抱怨不停，你卻情緒被拖下水。朋友打電話狂抱怨老公、小孩、生活、老闆，語氣中滿滿怨氣和不滿。你一開始很有耐心，後來卻發現他根本不是要解決問題，而是情緒到垃圾，而你一邊聽一邊累，一邊累一邊煩。結果他講完，舒服多了，你卻像背了一整座山。他丟出抱怨，你卻全盤吸收，變成自己的負擔。這不叫陪伴，這叫耗損。我們為什麼會接？因為怕。很多人不是不懂怎麼拒絕情緒垃圾，而是不敢。怕對方受傷，怕自己顯得冷漠，怕破壞關係。所以即使心裡想說，你這樣真的有點情緒勒索哦，嘴巴還是擠出，沒事啦，我可以聽。這些怕說穿了，其實是怕不被喜歡，怕被誤解，怕失去好人形象。但你知道嗎？真正成熟的人會為自己的情緒負責，也尊重別人的選擇。如果一個人只能靠你當情緒避雷針才能活下去，那你們的關係根本不健康。如何不接情緒球？不是反擊，是界限。很多人誤會不接情緒球是要變得冷漠無情，其實不是，不接是一種有界限的溫柔。來看幾種情境對應法。對方暴怒指責，都是你害我這麼累。回應方式，我聽見你現在很累，但我需要釐清，我不是造成這狀況的原因。
對方冷戰沉默，氣氛尷尬。回應方式：我感受到你有情緒，如果你準備好，我願意聊，但我不會用猜測的方式過日子。對方不斷情緒抱怨。回應方式：我很在乎你，也願意聽，但我能聽的時間有限。如果你需要專業幫助，我也可以陪你找資源。不是冷漠回絕，而是清楚自己能承接多少，能給什麼。最強的防護罩是認清那不是我的情緒。當一個人丟出情緒，我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不是我哪裡不好？但真正的覺察是反過來問自己，這是他的情緒，還是我的責任？我現在的感受是被激起的，還是原本就存在？我要選擇接住它，還是禮貌地放下？這就像一場心理羽毛球賽，對方殺球不等於你要接殺，你也可以高高舉拍，把球打回去。這不是我的，我選擇不收下。結語：你不接不代表你不在乎。很多人會糾結，那我是不是變得冷血了？不，你只是終於明白，陪伴不是接收全部，而是清楚自己的界限。愛人不是承擔一切，而是引導彼此成長。善良不是無底線，而是有智慧地保護自己。當你能夠看見情緒來自哪裡，懂得不接，你就已經站上情緒風暴的制高點。別人把情緒丟過來，你可以選擇接住，也可以微笑着說：謝謝你願意分享，但這一球我就不接了。這就是你打造情緒防護罩的力量。